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呢，因为那个人呢在上周受了一点伤，所以他就不能够一起跟我拍摄，所以今天就让我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比较硬核的话题吧。那最近呢，大家仿佛呢是对利率的上升呢有所焦虑，特别是多的人呢就不知道这个利率的上升呢会不会造成这个房价会有大崩盘。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内容呢，更多是一个澳洲的房地产市场来作为一个参考的。那众所周知，在过去2年里面呢，不但只是澳洲的房产，包括全球各地的发达国家的房产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涨幅。当中呢，最主要呢是有2个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通货膨胀嘛。通货膨胀呢，是因为首先在过去的2年里面呢，买房的人比以前多了很多。那这当中呢，就会造成对建筑材料的需求呢有所提升。但同一时间呢，却发生了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导致全球的供应链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需求多于供给的时候呢，就会造成那个物价会上涨。这个建筑材料的上涨呢，导致了开发商还有造房公司呢，他们就不断的提高价钱来应对这一方面的问题，从而呢推高了那个房价本身。那为什么人们在过去的2年里面呢，一股脑的冲进去这个房地产市场那边买房呢？那这就是来到我们的第2个原因，低利率。在过去2年里面呢，众多国家为了刺激那个经济呢，各国的央行呢都调低了自己国家的利率。那利率的下调呢，而导致了贷款的成本相对就变得更低了。所以呢，很多人在当时就想到，我是有能力去偿还这个还贷的，所以呢，他们就选择了进入了这个房地产市场。那么现在呢，因为呢这个经济过热，就是澳洲的通货膨胀率呢已经是达到了5.1%，而美国那边呢似乎是更严重，美国那边已经是达到了8.6%。而政府呢，现在为了能压制这个通货膨胀率呢，就选择了把这个银行贷款利率提高。利率的提高呢，就会导致贷款的成本提高。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呢就导致这个房价崩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必须得看这个实体的数据。那这组数据呢，是观察了澳洲的房地产市场从1980年到2016年。那在1980年到1990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高通胀的时期。就当时的通货膨胀率，甚至在高峰的时候有超过10%。总体下呢，在这10年里面呢，澳洲的那个通货膨胀率呢是在8.5%左右。而当时80年到90年的时候呢，澳洲的房价是平均每年涨幅10%的。除去了通货膨胀率呢，这一个房价的净增长还是有1.5%左右。所以呢，就证明了在高通胀的时代呢，房价呢依然还是会有继续上涨的动能的。那从1990年开始呢，通货膨胀率呢已经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全球各国的央行呢想了很多的办法，能够长期的把通货膨胀呢控制在2%到3%左右。当时房价每一年的平均涨幅大概有7%左右。那除去了10年的平均通胀率大概2.5%左右呢，那房价呢还是每年的净增长4.5%左右。那从2006年到2015年这10年里面呢，通货膨胀率呢是大概在2%左右，而房价的涨幅再次缩小，只是每一年的平均的涨幅是大概5%左右。但是除去了这个通货膨胀率呢，这一个房价呢，它还是有了一个3%的净增值。而在2021年仅仅1年的时间里面呢，澳洲的黄金海岸呢，它的那个房价涨幅是39%。去年的通货膨胀率呢是5.1%，所以从历史过去的40多年的数据来看呢，不管是在高通胀的时代，还是通胀得到很好控制的时代，房价都是能够跑赢这个通货膨胀率的。当时在1980年到199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银行的贷款利率甚至达到了13%到15%以上，比起现在的大概2%到3%呢，是相差甚远的。在当时那么恶劣的贷款利率如此之高的情况之下呢，房价呢依然都还是能够保持每一年以一个平均10%的涨幅去往上涨的。而我们再打开过去的从1980年到2020年呢，我们其实就算现在利率的有所提高呢，却还是属于一个历史相对非常低的位置。所以呢，这一次的利率上调呢，虽然看起来是有点可怕，但是纵观过去40年的历史呢，其实相对还是处于一个历史低位的。能够总结下来的呢，就是说利率的上升跟下跌，从一个长的周期来看呢，
并不会对房价造成很大的影响，而房价呢却证明了自己是能够跑赢通货膨胀的一个投资工具。今天呢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那下一期呢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深坡，有一个那么的指标呢是能够让你看清未来的一个房价走势到底会是如何，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下一集吧。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拜拜。